有这么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因为妻子爱去健身房，引出了不必要的麻烦。那一天傍晚，北京市的街头，一名长相漂亮、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子步行赶往健身房。在她身后不远处，有一个男人悄悄尾随。女人长发披肩，大红色的上衣，蓝色运动裤，迈着轻快的步伐进入一栋大厦，走进电梯，电梯很快到达12楼，整个这一层都是健身房的场地。现在时间刚好是晚上7点钟。女人走到单杠那里，打算首先练习引体向上。跟踪而至的那个男人躲在健身房门外，来回踱步，不停地搓着双手，内心在纠结：我是应该进去，还是在这干耗着呀？原来这个男人名叫小刚，在里面健身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小美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一向不爱运动的小美忽然喜欢上了健身，几乎天天跑健身房，说是一定要塑造一个完美身材。一开始小刚付之一笑，没把这个当回事，心想老婆这次肯定是跟以往一样，3分钟热度，过几天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没想到一连几个月，小美几乎是风雨无阻，坚持去健身。小刚就想，哎呀，不好，我可听说了，健身房那种地方有点复杂，不只是单纯能锻炼身体那么简单，小美该不会是有什么其他情况吧？这可怎么办？要真是给我一顶绿帽子，我可不戴。于是他就决定先暗中跟踪，查明情况，再做打算。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，小刚终于做出决定：我干嘛来了？不就是为了看个究竟吗？于是他把脚一跺，用右手捶了一下自己的左胸，然后轻轻推开门，探身进屋。嘿，宽敞的大厅内器械挺多，人也不少。小刚一眼就看见妻子小美背对着门口，正在做引体向上。他的身后有一个健壮的小伙子，双手掐在小美的腰上。对，对，注意呼吸，向上吸气，下垂呼气，用力。哎，对了。小刚见此情景，火腾就起来了。好啊，就这么锻炼呀，难怪你天天来，原来是有猛男给摸腰啊。想到这儿，小刚瞪起眼睛，紧握双拳，就要上去揍那小子。可他走了2步又停住了，心想不行，我没道理呀，人家这算是正常的指导，旁边还有这么多人，都是锻炼身体，我要是上去打架，是不是不占理呀？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再说了，看这小伙子这么壮，我也打不过人家呀。就这样，小刚自己劝住了自己，蔫不出溜，他回家了。在家等到夜里10点半，小美回来了，小刚就好言好语劝说小美，让她不要再到健身房去了，说我今天看到你是怎么锻炼的了，真没必要让别人指导，摸来摸去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小美一听，火冒3丈。什么？你竟然跟踪我？你这人怎么这么龌龊？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哪种事儿？我看着点自己的老婆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倒是你，家里老公不管，天天到外面让别人搂腰摸肉的，你还有理了。小美一听，恼羞成怒，啪的就是一巴掌，给小刚来了个五指山。小刚也不示弱，当时刚好在厨房，他顺手抄起一块水豆腐，啪的一下，整个砸在了小美的头上。再看小美，头发上、脸上、肩膀上全是白花花的碎豆腐。这是小刚第一次跟老婆动手，
小美愣了好几秒钟，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收拾衣服，拎着个皮箱就回娘家了。过了几天，小刚心想，不行，一直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，还是早点把老婆接回来为好。于是他买了一堆礼物到岳父家道歉，请小美回家。小美的气儿也已经消了，加上岳父母都通情达理，紧着说好话，小美也就跟着小刚回家了。可只是第一天，小美在家好好陪了小刚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她又继续去做健身。小刚忍了几天，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很多，最后他还是决定再到健身房去看看。这一回，小美正躺在举重床上练习卧推，又是那个教练正陪在旁边做指导。小刚在远处偷偷看了一会儿，觉得他们的动作还是太过亲密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后来教练忽然俯下身去，从小刚这个角度看，很像是亲上去了。他顿时就怒气冲天，脑门子冒火，可就不冷静了，顺手抄起一只哑铃，蹭蹭蹭快步朝二人走去。他要用哑铃砸那教练的脑袋。就在小刚距离小美和教练还有2米多远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女人，先小刚一步跑到了那个教练的跟前儿，不由分说啪啪就是2巴掌。姓王的，你又在这儿忙着勾搭别人了是吧？老娘算什么？我可是刚刚为你离的婚，你以为老娘跟别的女人一样那么好欺负吗？你想错了。各位，不用我多解释，听了这一番话，估计您也把剧情猜了个大概。没错，这个男的还真就不是个好饼。经过这个女人这一闹腾，小刚反倒冷静下来了，心想，哎呀，多亏这个女人，要是她晚来几秒钟，没准我今天就会干出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。这时候，受到惊吓的小美发现了手握哑铃的小刚，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她赶紧拉起小刚的手，老公，咱快点回家吧。自打这次之后，小美再也没去过健身房。现在他们在家里摆了一台跑步机，还有哑铃、杠铃，小两口没事就在家锻炼。天气好、时间充足的时候，俩人就出去跑跑步、打打羽毛球，过得十分平静、安然、幸福。